为什么你不敢给花浇水啊？为什么你一浇水你就怕它烂根儿啊？这个花的状态养不好，雌实状态上不来。今天咱们辩证的讲一下浇水这点事儿。那么首先咱们来说啊，植物怕水吗？植物要是怕水的话啊，为什么水培植物啊，它在水里泡着它也能活啊？为什么水培植物会死、会烂根儿啊、会发臭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水里边啊，它含有大量的溶解氧，水的含氧量下去了以后啊，这个植物啊根系它活不了，它才会死。如果你往里边扔个氧气泵或者勤换水啊，这个植物很少会死。那么这个水培和土培，它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，是吧？你把花盆浸在盆里，嘟嘟嘟冒泡，这个冒泡是什么？大量的空气啊，里边含有大量的氧气成分。植物在根系不缺氧的时候，它不怕水。咱们室内养花配了一个好的土壤啊，你淋完水以后，你再放进去，它还是嘟嘟嘟的冒泡，是吧？这就证明了什么？水和空气同时存在在这个土里边，植物根系能呼吸，能喘气儿啊。咱们自然而然的要保证土的一个湿润，让这个花的根系啊，它想喝水的时候，它有足够的水分；它想喘气儿的时候啊，里边含有大量的氧气。这时候植物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浇水的时候，咱们配合光照啊，你那边光照好，你一定要比这边遮阴的浇的要勤。你晴天浇水和阴天下雨浇水，咱们要区分开对待，是吧？水分沥干以后，你再泡进去，一样的啊，它含有大量的空气。这个就是咱们种沙沙或土配置的一个标准状态。那么咱们不敢浇水的啊，要换个角度去想啊，你不要考虑土里边它含水量多少啊，你要考虑到这个空气能不能进入到土壤当中，这个是决定性的、至关重要的，是吧？花盆里边永远存在两种东西，一个就是水，一个就是空气。水多了，空气自然而然就少了；水少了，空气自然而然就多了，是吧？首先，咱们要让空气进去啊，不断的教你们浅埋浅种，茎干不要埋得过深。室内养花，咱们甚至都可以把盆面露出来一点根系，对植物来说无所谓。那么第二点就是，咱们一定要让什么水充分的排出去啊！你从选择花盆上，瓷盆底部垫陶粒儿，你塑料盆过大种小花，你也垫陶粒儿啊，让水分尽快的什么从底部排出去。你从配土来讲啊，之前讲过配土都是告诉你们什么，要有保水的物质，要有助于排水的颗粒物。这些一切的一切，它并不是说对植物啊它有多好，它主要是利于人啊，利于咱们去浇水方便，增加土壤的容错率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土比较湿，咱们浇水它有没有问题？它也没有问题，就像咱们泡盆一样啊，土湿刚浇完刚浇透，它一样嘟嘟嘟冒泡，它一样还有一些空气啊，这时候植物能够呼吸，能喘气儿啊。当你盆土埋的过深啊，很多人喜欢埋的比较深，埋到茎干位置啊。当你土质过细，是吧？你瓷盆加田园土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壤缺氧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说这种配土，咱们很难去把这个花养好啊。很多人说我控水，我不浇水，错误的啊。其实你浇一次，把土完全浇透以后啊，至少它3天5天之内，这个根系它都是无氧呼吸的，它吸收不了水分，它也吸收不了养分。这时候根系它是不向外生长的。如果这种厌氧环境下啊，咱们土壤当中的有害微生物，包括土壤当中咱们施加的一些化肥，你比如说铁啊或者是锰啊这些肥料的残留啊，在土壤当中它形成一个厌氧的状态啊，它氧化还原，毒害植物的根系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土壤板结的一个问题，咱们总浇水从上往下浇，土壤不断向下堆积，导致土壤当中结构失衡啊，它存储空气的这个空气啊，这个土只能存水，存不了空气，所以说植物会闷啊，土壤会缺氧。所以说我总会去推荐你们用一些微生物有机肥，提前撒在盆面，咱们去预防一下板结啊，预防一下土壤缺氧的一个问题，同时刺激根儿生长，这个植物活得嗷嗷，而并不是说这个花我要养死了啊，老师怎么救啊？你除了换土别无他法，就是做手术，风险还是比较高。闷根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土壤缺氧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所以说咱们换一个辩证的思维去考虑啊，包括你种花的时候你要去考虑这个土能不能进去空气啊，你不要考虑水多水少，你要考虑什么？你要考虑空气含量的多少。你用纯活塞石去种花啊，你一天浇200遍它都没有事儿。另外啊，就是咱们说植物啊，你叶片茎干能储存水分的，比如多肉，比如说仙人掌，比如说发财树，这些它有存储水分的能力啊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去干什么？偏旱点去养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浇完水以后啊，
这个土里边的空气啊，它通过气压它能进去就 OK 了。什么是真正养花人的经验？就是告诉你真正去预防这些问题啊。换个思维，咱们尝试调整一下浇水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